There's an island in my mind to visit when I'm low, where there's peace from all the pain the world's come to know, where I lay on sandy beaches, thoughts like water flow, and the sun touching the horizon, there's an afterglow. This island in my mind protects me from sorrow. Its gods are up and waiting out another war. Beyond the blood red sky, people is sick and sore. Paradise lost within reach of my sheltered shores. On a killing in vain, voices silenced in an oppressive regime. Many have died, they're scared, and religion is a weapon used to burn those who want different. No, religion isn't, so the people say. And I wonder if my island needs God. Trying to be blissfully unaware of its lies. It ain't real unless I see it. Hello， 大家，我现在在我的第一站，就是曼谷机场。这里好像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庞大，然后还要多外国人。因为我刚刚就是为了来我走，就是我要转区的这一区，走了非常的远，加上我觉得小港机场它有非常完善的，就是然后说它有桌子，然后充电区，你就可以在那边工作，然后看飞机起飞。但这里的话，我刚刚找了一下，实在是没有什么很妥当或舒适的地方可以让你好好坐着，然后用电脑或者是用平板，所以我就找了一个像这样小小的 lounge， 然后就躲在自己的小天地里，然后查一下我等一下要去下一站要做的一些 list， 这样。我到现在才开始做功课，就是真的是到最后一刻才开始。点了一杯奶茶，换一张桌子，舒服的桌子。因为我刚刚逛了一圈之后，发现这里虽然是还是有精品店，然后还是有很多免税店，但是真的是没有什么桌子可以好好坐着，它都是那种一整排的椅子，然后很多人就在上面睡觉，我觉得有点恐怖，所以就是找了这种后面也是一个沙发，感觉比较安全。然后我就在这边充电用电脑。Wishing for a new reality where we're blind. No more reasons to protest. No more lying presidents. 维也纳机场转机，原本就是以为转机只有1个半小时，好像会很赶，结果发现好像还好，就是排队，然后过海关，然后海关就会跟你。其实他也没有问我什么，因为我就跟他说我是来这边转机，感觉就是1个半小时，原本以为死定了，但好像也还好，就是至少我还有时间在厕所，就是慢慢的刷牙洗脸，然后保湿乳液什么之类的。No more Gaza in distress. No more fighting about religion. Trenching on the side. Yes, I'm a bit naive. Generalizing all this boom and dead in my daydreams. Yeah, yeah. All the silence inside of me. 嗨，大家，我到哥本哈根了，终于给大家看一下我的房间，很酷哦。我现在在门口的位置，一进来就是像这种一整座的衣架，噔噔，这是他附的，就是这个毛巾，还有这个浴袍，整个非常的小，甚至不知道怎么给大家看这里。
没有那么广角。然后下面就是一个可以放行李箱的地方，对。然后这边就是有一个小楼梯，这样3层，咚咚咚，爬上去给大家看一下好了。就这样，床边有这种充电的，然后好像还有音乐吧。然后它就是有附 app， 然后你可以变换房间灯光，来变给大家看。它就有自己的 app， 然后它就有各种可以变换，比方说这样，然后你也可以就手动调整，比方说我想要光超亮，然后我想要它是紫光，蓝光，我刚刚是调黄光，对，但它最亮好像就是这样，它没有办法很白光还是什么的，我就觉得有点微可惜，但就是，而且我觉得这边好像隔音没有很好，所以我也不是很确定。这边的缺点就是，我觉得它离地铁站好像有点远。它虽然走路7分钟，但因为大家通常来欧洲国家应该都会带一些行李，所以你可能会走一阵子，对，所以就没有到很方便。因为欧洲也是石子路，不太方便那个拖行李，加上它从机场过来要转地铁，但它的地铁呢？就转捷运的方式没有像我们台湾那么的直觉，就是你直接在站内就可以互转，你可能要出站，然后你再进站，诸如此类。而且它可能是我是出站了以后，然后它旁边就有一个超级小的地图，我找超久的，然后它才告诉你你要直走到底，然后左转。你出站你就想说，所以我觉得第一次来丹麦的话，可能会有点不知道要怎么转车，因为Google Map 上就是写它就是一个同一个地方，所以你完全找不到到底要怎么转那个车，我就觉得有点小麻烦。对，除此之外，就是我矮的都会撞到头，所以我觉得大家还是不要觉得好玩就选上铺好了，还是选下铺好。对，大概是这样。不过我觉得以丹麦的物价来说的话，它一个晚上就不到2000块，算是还蛮便宜的。尤其是如果你是2个人住，虽然2个人住它的收费应该会高一点，但我觉得就是以丹麦的物价来说，这都算是可以接受。加上他有让我提早 check in， 就是他正常来说是下午3点才 check in， 但是他就是说反正没关系，我们就是有空的 hub， 你就进来吧。然后就让我 check in 完之后就让我进来。现在是大概12点，但我 check in 的时候大概是11点多左右，所以就是提早蛮多的。我就觉得很不错，因为我才刚下飞机，超级想洗澡。现在就是要走路去哥本哈根最多家居店的市区，想要从我住的地方，然后走路去大概30分钟。但是它就是一个很简单，就是一条路走到底这样，所以也不会到很难。想说第一次来一个地方，好像走路比较能知道，就是这里大概都在干嘛，然后可以每天换一条不同的路走走看。是这样，30分钟应该还好吧，就走路看看，然后如果看到还不错的咖啡店，感觉也可以走进去。去逛黑了，我来哥本哈根就是想来逛家具的。
哇，这是新款，从来没有看过这个哎，全银色的好漂亮。这个太可爱了，我想要把它装到我们家那个楼梯间。这个户外椅就是我之前本来在网络上有看到今年最新的，然后本来很担心它很难做，结果我刚刚做了一下，发现蛮好做的，它的整个做深也不会到太深。今天 MVP 就非这盏灯莫属，它是一盏纸灯笼，但是你看它的铁件有连着这个木头嘛。这间我不会念的家居店吗？不知道，超级漂亮。之前在 Instagram 上看别人用USM 的盆栽，但我从来没有看过实际的，蛮可爱的耶。我还蛮喜欢这个读书角落的，就是用这个，不知道这个桌子是哪一家的，好可爱哦。你有看过这种黑色5分之5的 PH 5分之5，还有这个黑白的，黑白的我觉得好好看哦，很特别，而且它是雾面的。雾面的我不确定是不是金属，然后它下面再搭配白玉玻璃。出来橱窗了，哈！刚刚那个在里面看的是这个，没有看过的牌子，但是好可爱哦。现在在橱窗外面看这个被纸凹烂的这个灯也好可爱哦，好好笑哦。路上随便走，遇到 Free Hansen 的店，进去逛逛好了。这是 Free Hansen 我最想要的一个台灯，它的造型真的是非常的耐看。你看它门店的那个路灯，就直接用我刚刚说的那个灯，超可爱的。这间是小红书上很有名的一个陶瓷店，不会念，但就进去逛逛吧。它就是一个玻璃跟陶艺店，每一个东西都是独一无二
要去一家就是我这一次超级想逛的店，叫 Tekla， 它是一个类似卖织品的店吧。然后它好像是 Econy Studio 的主理人的创的副品牌。就是下午5点多，然后这边大部分的店都快关门了，但大家看天就是还是这么的亮。我故意选了一条路，是路上会经过这个 Louis Road 的 Gallery， 顺便来逛逛看。它里面好像还有就是咖啡厅，看起来也不错耶。不知道它咖啡厅它要几点？就是这家我想逛的 Tekla， 他们最近跟 Artec 有合作，所以你看它外面就是有展 Artec 的很多家具。他们家的床单也是我很想要的东西之一。可以看这个，摸摸看。应该就是棉的，然后是好像是在就是也是有机，然后对身体没有过敏之类的。现在其实是晚上7点半，天还很亮吧？我感觉哥本哈根好像各到处都在施工 ，everywhere 都在施工，所以有时候想拍一个好看的街景，结果就是会拍到施工。然后他们几乎每一间餐厅都有那个户外坐，然后大家都坐外面，好羡慕哦！我也好想要坐外面吃饭。现在就是想要走回去超市买个晚餐，然后看看有什么好吃的，然后就回 hostel。但我脚已经好酸了，所以我也不确定，只能努力的走。因为这边的交通真的是蛮贵，然后单次好像就是台币150，就是我稍微看了一下，不管是公车或者是捷运都没有比较便宜，所以好像能走的话走得到就尽量走。